年轻人结婚是不是一定要买房？背上房贷的人生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是这样。决斗在不能出小区的日子里，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。我先表个态哈，我是绝对不愿意做房奴的。这话说的谁愿意呢？本来想着呢，我俩也不是专家，聊这个事儿吧就不太专业。但是呢，我们看看那些专家是怎么聊这个事儿的。看完之后呢？大家就觉得行了，那我们呢就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聊一下这个事儿。首先呢，这个事儿的开端呢，就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啊，都陆续的结婚了，然后买了房，背上了房贷。最近呢，我们去串门看了一下，他们买这个新房子呀，确实是不错，对，好的小区，好的房子，然后装修的也非常漂亮，十分的令人羡慕啊。但是他们呢也会说出他们的一些苦恼，比如说背上了这个房贷之后呢，就变得相对没那么自由了。给大家说一下这种背上房贷的感受啊，很直观的就是不敢没有工作，就是在你背上贷款的那一刻呀，每一个月都得还这个贷款。那当然了，你不还银行他也不干呀。对，一旦还不上呢，你就会发现你之前的首付啊，还那些贷款都白交了，钱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甚至还要倒贴钱。那说到这个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原因嘛，可能很多人都断供了，不少人呢还不起房贷，对，人财两空了。像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啊，某种因素可能他们没有了收入来源，那就想说跟银行说能不能先暂时停掉这个贷款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它其实是两件事儿。不管你有没有工作，或者你有没有生病，这个房贷都是要一直还的，因为你借了银行的钱，每个月要还多少钱，这个都是白纸黑字写好的。对，一旦不还的话呢，就是违约，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可能聊这个大的方面大家没什么感觉哈，我们具体的聊一下这个钱，聊一下具体的数字。当然哈，在网络上这个人均法拉利的时代，可能很多人看不上这个200-300万的房子，觉得这都不叫个事儿。但是呢，如果把这些数字一层层剥开，你会发现，它居然这么的现实，怎么自己月薪1万都够不到呢？比如说我要买一个200万的房子，那你首付啊最少要付30%，就是60万。那咱们先说这个60万哈，如果不靠父母的话，你的月薪是1万块钱，那么不吃不喝要攒5年。算上吃喝拉撒，一个月攒5000块钱的话呢，你可以花10年的时间攒够60万。那么攒够了这个首付，交完之后，你还要向银行贷款140万。贷款啊是有利息的，什么3点几啊、4点几啊，我们平时听这个觉得可能没多少钱，对，也没什么概念，就3点几、4点几，还好像没什么概念，就好像都是小钱。对，你甚至感觉100块可能就是多出来3块钱利息。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可怕啊！200万的房子贷140万，对吧？假如说你的公司没有给你交公积金的话，那么你就得商业贷。商业贷款的利率呢是4.1到4.3左右。那么你贷款140万，你的利息就要额外还多少呢？109万。小钱。140万加109万，连本带息一共是249万。每个月呢要还6928，而且连续30年，每个月不能断。什么生病没工作，银行才不管你这些。现在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，可能觉得7000块不是钱，但是呢，一旦遇到点什么事儿啊，这7000块可能就要老命了，而且月还。那如果是有公积金呢？那利息呢就会相对低很多了。是3.1，140万的利息就是88万，省了20多万。这里呢就体现了五险一金的重要性。所以他的工作啊一定要交五险一金。这就是为什么网上好多人说自己还了好多年房贷，然后发现利息还没有还完。听起来3点几、4点几的利息，其实呢是非常高的。那既然背房贷如此痛苦，为什么年轻人还要前赴后继的去背房贷呢？大多数肯定是因为刚需嘛，就是没有房子住嘛，那我们需要一个房子，然后去结婚、生孩子、养家糊口，这没办法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说，那既然刚需是没地方住，那我租房行不行？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。第一点呢，如果你是外地人的话，你租房是不能落户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孩子的教育，比如说夫妻结婚，有的他想要小孩，那么肯定要考虑孩子的教育。你租房是没有办法在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的。但是相对应的话呢，租房其实的确会比买房前几十年要划算很多。这个呢就看个人的选择了。那大多数年轻人买房呢，更多的是一种需求，比如说想要更好的环境、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交通便利，他可能会考虑很多方方面面，然后去选择买这么一套房子。也有可能是之前的房子太小，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，来让一大家的人住进去，毕竟还要考虑到下一代嘛。所以呢，像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还要不要去买房呢？对于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专家的回答。他们呢非常劝年轻人赶紧买房，觉得现在呢是低点，正是抄底的好时候呢。我们以西安举例啊，我们俩的确最近看了很多房子，以二手房为例，
很多地方真的降价了，就是降的还蛮多的。但是呢，像那种比如说好一点的小区、好一点的环境，有很多教育资源的地方，像这样的房子呢，它一定是还在升值的。就这3年不降反升，一点点的在升。还有个更神奇的现象，就是你会发现降得越好的房子越没人买，升得越快的房子反而买的人越多。对，就买房啊，它并不是说这个混凝土的这个小房间，它买的是地界，是这个区域，是这个环境，是配套设施的，比如说地铁、商场、生活便不便利、教育资源，满足这些很好的配套条件的房子，它才会有上升的空间。像是那种在大环境下不断贬值的房子，它的确是没有什么上升空间的。所以呢，即便是刚需，也最好去考虑一些能够有上升空间的房子，而不是说买到手就开始唰唰唰往下降。其实对心态来说也是一种，你们懂的。关于这点啊，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网上有一些人发视频，说自己不还贷了、断供了，因为房子腰斩了。很多人就不理解啊，就说，哎，那个你买来是刚需啊，你又不投资，那降了你继续住呗，跟你也没关系啊。你看你还是为了一个投资心态才把它卖掉不还了嘛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刚说过那个贷款的利息有多高了，对吧？假如说这个房子腰斩了，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呢？我们不要这套房子了，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房子贱价卖出去，我们再买，反而对自己来说是省钱的。按利息来说嘛，我们就算上这个利息哈，300万买套房子，房子腰斩了，这其实有100万是利息啊。我们把利息一折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哎，我重新买能省下100万，那么你还会不会去继续还月供呢？值得深思。我能省100万，我为什么不省呢？对，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难怪这么多人断供。对，那除了二手房之外呢，还有很多人会选择买新房、期房。新房大部分都是期房，就是你得提前交钱，等个2-3年，他才能够把房子给你。最近几年啊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买期房的频频遇到暴雷。对，这些业主其实很可怜啊，他们既没有了钱，也没有了房，然后还得还银行的贷款，还得被网友骂说，哎呀，看图便宜吧，是不是？那个最后买期房扑了个空吧。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期房啊，确实会更便宜。好地界二手房呢，反而更贵。比如说我们最近看的一套房，他们都是在高新的一个地界，新房的期房可能只在2.3到2.5万左右一平，而二手房呢就会涨到3万1一平。对，普通人一看，哎，这个差价是不是我买这个地界呢？它到时候也能升值到这个地方呢？毕竟二手房之前也是新房，也是期房啊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选择性很多，比如说有这种大型私企的，比如说像之前暴雷的融创、恒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辨别上面就要小心一点了。不是说期房、新房一定暴雷，而是说这些私企暴雷的可能性很大。对，你想一想啊，像融创啊、恒大呀、这些之前的龙头啊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觉得他们怎么可能暴雷呢？不是还是爆了吗？对，就像我们前2年去看的一个某湖的地产，当时他们呢，就是还玩那种饥饿营销、冷淡的销售。哇，那个销售态度太糟糕了，简直是非常不好的体验。虽然说他的态度很差哈，就感觉你爱买不买，买我人多了去了。但是呢，你进他的销售大厅，你会发现人山人海，人真的特别多，都晚上到7、8点了，人还是特别多。然后那个销售就一边玩手机一边爱答不理，甚至还问全都你多大呀？我当时觉得哦天哪，现在的销售都是这个样子的吗？虽然我见了那么多销售，只有这一个销售是这个样子，但我真的对他这个事情印象深刻。看完的第2天爆雷了，怎么个爆法呢？他们的高层离职跑路了。所以说那些买新房、买期房人呀，大多普通人，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需。你想谁闲着没事干，拿自己的全部身家，拿未来几10年的钱啊，去赌房子升值呢？而且房子升值你怎么卖呢？你刚需你怎么卖呢？对吧？要是真的二手房比较困难的话，去买这些新房、买期房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还是要选择这种国企、央企，相对会有保障一些。其实我呢，之前关注了一对情侣他们呢就是背上了房贷，在一个小县城里，结果呢那个融创的房子呀爆雷了，他们呢还是要还着房贷，但是呢却住不进房子。这个房子呀可以说烂尾的非常彻底，它连顶都没有封。对，相当于就是房子没有了，钱还要还，这就是现实啊。我亲眼看到他们的眼神，就是从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希望，到渐渐的黯淡无光。特别是在房子爆雷的当天，他们赶紧去工地看了，停工了，可以看出来他们是一夜都没有睡。现在真的是买期房要小心，不要踩到雷了。所以我们俩其实这段时间啊，去看了新房、二手房一溜够之后呢，我们真的觉得自己的考量很重要。比如说你现在只是想说换一个新的环境，就是想把房子变大一点、变好一点的话，其实可以再等一等，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不是那么的好。但如果是刚需的话呢，在选择上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，去选一些靠谱的，然后相对价格能够自己接受的房子，那可能接下来的生活对于你来说呢，品质还会有保障。目前来看，二手房可能会相对稳妥一些。
像是我们两个人呢，其实对于目前买房子来说，并不是刚需，我们也有的地方住。你愿不愿意当房奴去换一个更好的环境、更好的一个房子？如果是我的话呢，他现在不是刚需的话，我其实不愿意。因为我觉得现在赚钱真的很难。其实我们两个其实更喜欢自由。如果说有房贷的话，确实会让我们变得更焦虑，更不像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状态。就对于要不要当房奴背房贷这个事儿哈，我们两个其实商量了一下，算了一下，如果我们要去换一个很好的房子的话，我们如果贷款了100万，那相对应的我们要还150万，也就是有50万的利息。但是这50万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俩的梦想其实没用多少钱，真的50万就可以做到。比如说我们俩一直的想法就是开着小爱胖环游世界嘛，就近的说，我们规划一个未来环游亚欧大陆的这条线，1年的时间，50万足够了。人生能有几回搏？此时不搏，何时搏？短短几十年呀！哇，眼一闭一睁，说没就没啊！开个玩笑。就是我们俩在想，如果不是刚需的话，这个钱拿去做房奴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那我肯定选择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种东西啊，生活是不为自己看的，没有一个好坏对错之分。所以怎样的决定，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是自己承担，仅此而已。那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说，你们不过就是把用来买房的钱去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也就是延期了1年到2年的时间。你回来之后还是要过普通人的生活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在于每个人的选择，可能我愿意做这件事情，这是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要对我自己负责就好了。我们呢本身也就是普通人，最后呢肯定会归于平平常常的生活。对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回到家里呢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但是呢，我们并不希望我们平凡而短暂的一生呢，是用来还房贷、做房奴的。或许我们终其一生只能变成一个普通人，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也必须要做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普通人。那如果你的话呢，结婚你会考虑做房奴吗？会的话请扣1，不会的话请扣2，我们可以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，大家一起聊一聊，好不好？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关注我们，一起开始房车生活，即将开始。